在曾经的现代战争3部曲中，玩家们扮演肥皂与普莱斯队长，前往了狂风暴雨肆虐的白令海峡，这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从那一刻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141特遣队的每一位成员可谓是深入人心。当初那朵散发着死亡气息的蘑菇云，更是将玩家震撼到无以复加。这一幕同时也是谢菲尔德黑化的起点。尽管这些反派最终都被绳之以法，但那些逝去的战友以及141特遣队的大部分成员都再也回不来了。或许正是太多的意难平和遗憾，动视在2019年重启了现代战争3部曲。如果说 COD16 讲述了普莱斯为何成立141特遣队，那么在 COD19 中便是141特遣队的初露锋芒。狂魔今天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部画质与手感拉满，但剧情却很难崩的答辩之作《使命召唤19：现代战争2》。在前作结尾，普莱斯为了打击极端分子，准备成立一支由世界上最精锐的士兵组成的特遣队。而在本作中，这支冤种大队已然成立。141特遣队受到谢菲尔德将军指派，前往位于马兹拉的戈壁滩。此时，幽灵也从阴影之中走了出来。他们此行的目的便是暗杀正在进行军火交易的伊朗将军哥布拉尼。幽灵在到达高处后，下方的装甲车和坦克尽收眼底。哥布拉尼将军此时正在与熊国进行着 PY 交易。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幽灵只是标记了哥布拉尼一人。在收到信号以后，谢菲尔德立即命令手下的私人武装暗影公司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在一阵可怕的气浪下，导弹缓缓升空，并向着目标疾驰而去。Target destroyed. 时间很快来到了2个月后，前作的 CIA 站长凯特一脸严肃地找上了已经谢顶的谢菲尔德将军。由于哥布拉尼的死，伊朗圣城旅的少校哈桑成为了哥布拉尼的接班人。哈桑在数个月内对极端分子进行了极端资助，并发出狠话，势必要让漂亮国付出代价。谢菲尔德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他派出了一支海军陆战队，负责领导小队的便是141特遣队的幽灵西蒙莱利中尉，以及迎来史诗级大靴的肥皂约翰麦克塔维什中士。根据情报，哈桑此时正在马兹拉，并且前作的极端组织阿库塔拉也在马兹拉的一处山谷中聚集，似乎像是在保护什么东西。伊朗少校哈桑极有可能与极端分子厮混在了一起。事不宜迟，幽灵和肥皂立即展开行动，势必要将哈桑绳之以法。还未赶到山谷深处，另一组小队的直升机便遭到了敌方的攻击。肥皂和幽灵带领小队一路上遭到了极端分子的强烈抵抗。为了救出坠机的友军，他们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抵御了敌方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成功撑到友军的火力支援赶到。他们也得以进入了哈桑所在的房屋。在屋内，幽灵可谓是展现了超凡的身手，极端分子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可他们来到极端指挥中心以后，哈桑早已逃之夭夭。毕竟是因为之前营救坠机的友军耽误了宝贵的时间，每个选择都有后果。幽灵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仓库中还有极端分子正在抵抗。当幽灵和肥皂杀进仓库以后，却发现了一枚属于漂亮国的弹道导弹。来不及震惊为什么自家的东西会落到哈桑的手中，幽灵立即向总部汇报了情况。CIA 站长凯特表示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查清所有碰过这些导弹的人，但谢菲尔德却立马表示，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虽然谢菲尔德现在也很慌，但他还是下令将这些导弹立即销毁，官大一级压死人。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凯特也只能选择沉默。就在谢菲尔德下达销毁命令后，凯特猛然想起，既然他们走私军火，那么就必须经过走私的中转站阿姆斯特丹。而恰好此时，普莱斯上尉和非常正确的盖兹刚好在附近调查极端组织，凯特也决定亲自前去阿姆斯特丹。很快，普莱斯和盖兹便来到了一处被严加看管的码头。他们从水下向码头开始渗透，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盖兹只能尽量不被敌人发现。二人悄悄地来到了码头的货船上，发现这些人并不是极端分子，而是西班牙的贩毒集团。通过向死者索要手机，得知了贩毒集团将在1个小时后与极端分子在运河咖啡馆碰头。清晨的阳光照耀在街道之上，此时普莱斯已经坐在了咖啡馆，并确认了毒贩和一名伊朗人的交易。而盖兹和随后赶到的凯特也利用假装四处看风景的迷惑性，瞬间灌醉了负责把风的敌人。普莱斯趁此机会，在没有惊动无辜市民的情况下，成功抓到了想要交易的毒贩。之后在凯特与毒贩的沟通下，他们得知了哈桑已经前往墨西哥，打算寻求当地毒贩的帮助，将自己从墨西哥偷渡到漂亮国。于是 CIA 站长凯特找到了墨西哥特种部队的亚历汉德罗。收到消息的亚历汉德罗立马与他的副手鲁豆腐来到了墨西哥边境抓捕哈桑。当他们来到川宝快乐墙以后，赫然发现哈桑已经在毒贩的协助下爬上了快乐墙。他们无奈之下也只能跟着爬了上去，并在漂亮国境内对哈桑展开了追击。由于是跨境执法，他们只能尽可能缓解与当地居民的冲突，虽然也会遇到一些不讲理的，但好在还是可以让他们勉强配合。而漂亮国警方也在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可这时敌方也对他们展开了攻击。见此情况，鲁豆腐立即向着前方杀去。就在他冲进一所房间的时候，哈桑却带着手下制服了鲁豆腐，而他也决定放火烧死鲁豆腐，顺带销毁线索。幸运的是，哈桑离开后，亚历汉德罗及时赶到救出了鲁豆腐。通过鲁豆腐在房间内看到的线索，他们得知
知哈桑正在试图将疑似装有导弹的集装箱运往漂亮国。意识到行踪暴露的哈桑也逃到了拉斯阿马斯。为了能够确保抓住哈桑，谢菲尔德将军再次派出了幽灵和肥皂，与墨西哥特种部队的亚历汉德罗联合作战，并且谢菲尔德手下的格瑞夫斯也会率领暗影公司的部队协助他们此次行动。由于执法人员不足，拉斯阿马斯这个城市早已被毒贩所占据，城市的街道上看似平静祥和，实则遍布着死亡。而当地贩毒集团的首领被称之为无名者，没有人知道无名者的真实身份。由于幽灵的面具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他们很快就与毒贩们打成一片。当他们攻入目标建筑的时候，哈桑早已离开了这里，并且当地早已被毒贩收买的陆军也对他们进行了极端包围。面对敌方强大的火力，他们且战且退，向着深山之中迅速撤离。但这里也早就被敌军设下了埋伏，走投无路之下，为了活命，他们只能选择纵身一跃，跳进了冰冷的湖水之中。可敌人却依旧不依不饶。好在格瑞夫斯率领暗影部队，利用 AC-130空中炮艇为他们开辟了道路。格瑞夫斯也带来了好消息，哈桑此时正在北面2公里的一处院子之中，高空之上 AC-130随时待命。格瑞夫斯正在鼓舞士气，墨西哥特种部队与141特遣队从现在起就是他们暗影部队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暗影部队也势必要协助他们完成任务。在绝对的空对地打击下，这些敌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走得很安详。小队也得以顺利的攻入院中，并成功抓获了哈桑。之后他们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与谢菲尔德、吴美妍视频连线。虽然哈桑确实抓到了，但考虑到哈桑在伊朗的身份，以及他们还是在墨西哥境内，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权利扣押哈桑。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放虎归山。不过幽灵则在哈桑的手机里发现了新的情报，并且安装了定位装置。放是放了，但是没有完全放。通过手机上的线索，他们得知哈桑在被捕前与西班牙的一处养鱼场有过联系，这里是贩毒集团的走私窝点，并且极有可能被用来当做运输导弹的中转站。由于此次行动的风险太高，他们并没有经过批准，于是普莱斯上尉、老兵盖兹、CIA 站长凯特3人悄悄地来到了养鱼场附近的海岸边。凯特负责在小艇上监视海岸，普莱斯和盖兹穿上了吉利服，开始向着养鱼场渗透。二人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击杀了敌方设伏在这里的狙击手，更是在敌方地毯式巡逻的情况下，完美规避了不必要的冲突。盖兹更是凭借一个人就清剿了养鱼场的所有敌军。为什么是盖兹一个人上？普莱斯是这样回答的 Let's go together. Two's better than one, right, sir? Negative. You need cover and I'm the better shot, Sergeant. Now get going. Roger. 在养鱼场内，盖兹不仅发现哈桑已然和贩毒集团深度合作，甚至与熊国似乎都扯上了一些关系。二人根据线索前往了位于灯塔下方的密道，但密道的尽头却并没有导弹的身影。而此时阿库塔拉的极端分子也对凯特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距离太远，他们根本无法阻止，凯特就那样被极端分子强行带走。没过多久，极端分子便发来了一份极端视频，他们已经将凯特带到了乌兹斯坦。普莱斯上尉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可谢菲尔德却因为他们擅自行动，表示无法对他们提供帮助，但也不会阻止他们营救凯特。战争不讲朋友，只讲敌人。见谢老贼油盐不进，普莱斯立马找到了他的最强后勤尼古莱。既然是在乌兹斯坦展开行动，那自然也免不了寻求前奏的自由革命军首领法拉的协助。没办法，主打就是一个人脉。很快普莱斯便带上盖兹与法拉在乌兹斯坦见面。在自由革命军的帮助下，他们立即展开了拦截极端分子车队的行动。极端车队绵延几公里，盖兹乘坐的直升机被火箭弹击中，险些坠毁，他自己则被倒吊在了公路之上，稍不注意就会撞上川流而过的货车。好在盖兹及时割断绳索，依靠敏捷的身法不断跳上敌方的车辆，最终一路来到了车队的前方，将凯特成功救出。获救的凯特对法拉的倾力相助表示了感谢，但现在他们却有了更大的麻烦，因为凯特在被俘虏的时候获取到了极端情报，导弹从来没到过西班牙，从那里运出去的是熊国的导航系统。极端分子找了个老电工，将熊国的导航系统装在了漂亮国的导弹上。如今除了哈桑，也就只有拉斯阿马斯的毒贩首领无名者知道导弹的下落。另一边，肥皂和幽灵，还有墨西哥特种部队的亚历汉德罗以及暗影部队的格瑞夫斯，来到了拉斯阿马斯的别墅附近，准备活捉无名者。由于之前他们在拉斯阿马斯闹出的动静，导致无名者正在这里开会，想要知道他们的身份。于是肥皂趁此机会主动上前提供情报，而亚历汉德罗也悄无声息地乔装成了毒贩的一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肥皂非常顺利地被带进了审讯室，并在一名叫瓦拉瑞亚的女人审问下，将所有实情全部道出，成功赢得了一次见到无名者的机会。赤手空拳见目标，无异于找死。于是肥皂潜入了军械库，在拿取了心仪的武器后，他和亚历汉德罗一路杀进了无名者的房门外。通过蛇形摄影机，他们发现无名者就是之前审讯肥皂的瓦拉瑞亚，毕竟还是敌方的武器好使。他们很快便生擒了瓦拉瑞亚，而亚历汉德罗也认识这个女人。原来瓦拉瑞亚曾与亚历汉德罗隶属于同一个部队，但瓦拉瑞亚却在一次追捕毒枭的任务中，不仅杀掉了毒枭，还取代了他的位置。瓦拉瑞亚之所以帮助哈桑，是因为他觉得只要反极端战役还在继续，就不会影响他的生意。如果想要找到哈桑和失踪的导弹，就必须和他合作。暗影部队的格瑞夫斯根本不在乎这些，立马表示愿意合作。为了保密，瓦拉瑞亚只是说出了导弹的位置。通过他提供的情报，导弹此时正位于墨西哥湾400海里的钻井平台。于是肥皂等人立即出发，在狂风暴雨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从下方潜入。面对训练有素的联合作战部队，这些毒贩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们也顺利地找到了导弹控制器，但此时导弹也即将升空。好在凭借肥皂一番熟练的操作，导弹成功化身3个出品，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
原本以为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可就在肥皂等人准备回到亚历汉德罗的基地时，格瑞夫斯却带着暗影部队告诉亚历汉德罗和肥皂，余下的任务不需要他们参与了。而这个命令也正是谢菲尔德下达的。你永远不知道队友的字幕会在下一刻说红就红。亚历汉德罗本想上前理论，但却很快被制服。肥皂也因为猝不及防导致身负重伤，只能选择狼狈逃窜。至于幽灵，他就像是开了2周目一样，早早就躲在了暗处，并且趁乱迅速脱离了敌方的追捕。当肥皂逃进附近小镇的时候，这里已经被暗影部队所掌控，并且在肆无忌惮地搜捕他们。尽管肥皂并不知道谢菲尔德为何叛变，但现在他必须独自前往附近的教堂，与幽灵一同撤离。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肥皂必须时刻警惕，一旦被暗影部队发现，后果可谓是不堪设想。好在凭借幽灵的指引，肥皂顺利来到了教堂，并与他会合，二人得以成功逃离小镇。之后，他们来到了亚历汉德罗的安全屋，在这里与他的副手鲁德夫会合。尽管他们知道此时已是四面楚歌，但还是决定前去救出亚历汉德罗与他的队友。依靠着安全屋的装备，他们悄然来到了一所秘密监狱。在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肥皂通过监控为幽灵提供指引，在监狱内的车上安装好了炸弹，并悄无声息地找到了亚历汉德罗，还释放了被关押在这里的墨西哥特种部队。接下来便是向着监狱外围杀去。关键时刻，收到消息的普莱斯上尉也赶来支援，众人得以成功逃离监狱。在车上，幽灵立马开始向普莱斯诉苦，而普莱斯却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凯特已经查出了背后的真相。原来就在2个月前，谢菲尔德曾授意暗影部队私自将3枚漂亮国的弹道导弹交给他们的中东盟友，让他们来对付熊国，为的就是借他人之手制约熊国，以稳固漂亮国的霸权地位。但就在运输的过程中，他们遭到了熊国雇佣兵的埋伏，负责运输的小队无一人生还，而熊国也将这批导弹交给了哈桑。于是谢菲尔德为求自保，决定隐瞒事件的真相。这也是为什么幽灵他们在发现导弹以后，谢菲尔德慌得不行的原因。至于谢菲尔德想要杀人灭口，是因为他觉得141知道的太多了。之后普莱斯联系上了谢菲尔德，这老贼还大言不惭地说，既然3枚导弹他们已经找到2枚，也发现了真相，那就去解决最后1枚导弹的问题。普莱斯瞬间明白了这个道理，大丈夫不拘小节，等他解决完导弹的问题，就来解决谢老贼。事不宜迟，普莱斯立即重新组织人手，141特遣队与墨西哥特种部队统一戴上幽灵的面具。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称为幽灵小队，而幽灵的阵容也被大家看在了眼里。这一次他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势必要从暗影部队手里夺回墨西哥特种部队的基地。凭借亚历汉德罗对基地的熟悉，他们一路长驱直入，硬是杀进了基地内部，并将这里的暗影部队悉数歼灭。但格瑞夫斯却派出了坦克，想要凭借重火力的优势扭转战局。格瑞夫斯甚至还说了一句至理名言 You think this is a fucking game out here? You wanna play war? Let's play some fucking war, Chicos. 一切都只是徒劳而已。肥皂一次又一次引爆炸弹，终于在最后一次爆炸下，格瑞夫斯的声音戛然而止。夺回基地以后，普莱斯等人找到瓦拉瑞亚，并从其口中得知了哈桑正在芝加哥。哈桑准备在那里将最后1枚导弹发射向华盛顿。在得知消息后，普莱斯等人与亚历汉德罗也到了分别的时候，剩下的任务就得141特遣队来完成了。根据凯特调查的线索，他们锁定了哈桑的位置，并且拿到了击杀哈桑的许可，但导弹的确切位置尚未知晓。很快141特遣队便来到了大厦顶楼，并通过锁降的方式开始向着内部潜入。可敌人也在这里层层设防。然而就在他们搜捕哈桑的过程中，导弹却已然发射。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必须尽快找到哈桑，以夺取导弹控制器。可就在他们即将找到哈桑的时候，小队却遭到了伏击，导致普莱斯也身负重伤。眼见情况危急，肥皂顾不得自身危险，直接从电梯上一跃而下，从哈桑的手里抢走了导弹控制器。同时大量的极端分子也对他展开了追杀。肥皂随便找了一个角落，便开始在凯特的协助下破解控制器，终于在最后一刻启动了导弹自毁程序。可这时哈桑却追了上来，并准备将失去抵抗能力的肥皂从大楼之上扔下去。但肥皂却永远相信幽灵这个绝世好战友。Just like a spark that's breaking out. You know that there's no room for doubt. Perfect show, LT. You called it, Sergeant. All stations. Assault's down. Enemy KIA. 故事的最后，谢菲尔德玩起了失踪，但一切并未就此结束。通过凯特调查，原来当初真正抢走导弹的势力是熊国的极端分子，而普莱斯也在看过照片以后，确认了极端分子首领的身份。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